分享阅读收获，带来不同视角。大家好，我是大宇，欢迎来到与众不同。去年我度过了40岁生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44岁以下的为青年人，45至59岁的为中年人。按照这个标准，我还是青年人。不过在中国，35岁就被认为是中年危机的开始，而按照这个标准，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中年人的一个特点是上有老，下有小，看着父母长辈逐渐老去，让人内心不安。得到上面的精英日课，这周有一篇文章叫做《普通老年人守旧，超级老年人求新》，它揭示了超级老年人的秘密，以及如何把衰老推迟整整30年，并给出了许多靠谱的建议，告诉老年人如何才能长寿并保持年轻。我认为这些建议非常好，特别想分享给我的父母和叔叔阿姨，于是我制作了这个视频，结合我的理解，把这篇文章的精髓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请务必订阅。人类衰老首要归因于生理硬件，而非文化、软件或意志力的因素，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避免。一些研究表明，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大脑的质量和容量都会减少。具体而言，一项研究指出，人们在40岁以后的大脑重量每10年大约会减少 5%。 另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年过80岁时，平均每年会失去大脑容量的 2.24%。 此外，还有研究发现，90岁的人的大脑通常重量在1100克至1200克之间，比40岁的人至少要轻100克。特别是负责控制和判断功能的额叶和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在60岁后开始出现萎缩。大脑萎缩会导致诸多负面影响，如记忆力明显下降，你可能会在读完一本书后忘记书中的内容，适应能力会减弱，稍微陌生的环境都可能让你感到困惑，你会变得胆怯、犹豫不决，甚至连一些小事都难以轻易决定。你可能更容易相信威胁而不是机会，不敢冒险，因为你认为保持现状已经足够。你的语言能力也会下降，表现为说话开始絮叨。你会变得更加依赖他人，但是你的社交圈可能已经缩小到最低限度。此外，你也可能不再对新事物感兴趣，因为你可能感性的或明智的认为这些事情与你无关。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些特别的长者，例如78岁高龄的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如今已经81岁，仍在继续担任总统职务。82岁的杨振宁再次结婚，并且在今年已经迈入101岁的高龄，但仍然身体健康。张忠谋直到87岁才卸任台积电的职务，如今已经92岁，仍然在政商两界活跃。99岁高龄的查理芒格仍担任伯克希尔的副总裁，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为投资者提供智慧。而埃隆·马斯克的母亲已经75岁高龄，仍然活力充沛，仍然担任模特，并为服装品牌代言。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已经老了，至少我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年龄而特别对待他们。如今存在一个新的概念，被称为超级老年人，这个概念指的就是这类特殊的老年人。大约10年前进行了一项研究，邀请了40名老年人和41名年轻人参加一项记忆力游戏。研究者向所有受试者读出一份包含16个名词的清单，重复了6遍，然后等待20分钟，让受试者尽可能回忆清单中的名词。其中有23位老年人只能回忆出不到9个词，成绩明显不如年轻人，但有17位老年人却能够记起至少14个名词。其中一些80多岁的老人的表现甚至可以与年轻人相媲美。这些老人有什么秘诀？类似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多次，研究者发现在世界上存在一些老年人，他们的大脑认知能力几乎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者将这些老年人称之为超级老年人。西北大学有关超级老年人的研究仍然在进行，他们正在招募80岁及以上，认知测试分数达到50至60岁人水平的志愿者。研究者指出，只有约 10% 的申请者符合这个标准。这些超级老年人不仅在记忆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能力，而且他们的大脑健康状况也极佳。他们负责思考、决策和记忆的大脑皮层比50多岁和60多岁的人要厚得多，他们的脑容量在90岁后每年仅损失 1%。此外，
他们大脑中的神经元纤维产解比同龄人少3倍，这使得他们能够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和老年痴呆症。他们的某些神经元甚至比年轻人的更大。不仅如此，这些超级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极好，一般人到了60岁就可能开始出现癌症、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健康问题，而他们在90岁才开始出现这些问题。他们大多能够独立生活，有些人甚至还在继续工作。超级老年人有一种独特的能力，他们可以将衰老的进程拖延整整30年。关于这些老年人的研究仍在进行中，但已经有一些结论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老年人的智商和教育水平并不一定高于同龄人，他们也没有享受过特殊的优越条件。然而，研究者发现，这些超级老年人具备了一些普通老年人所不具备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可能是他们长寿和健康的关键。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生活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首先是锻炼，锻炼对大脑有益且能够延缓衰老。其次是饮食，许多研究表明地中海饮食对大脑有益，包括多吃鱼、绿叶蔬菜、水果、豆类、全谷物和少量葡萄酒。鱼肉含有 Omega-3 脂肪酸，对大脑有益。间歇性断食也是一个好主意。一些超级老年人也喜欢喝一点酒，但从不过量。听力和视力非常关键，如果无法接收外部信息，大脑会减少对外部联系，这会导致认知能力下降。所以，如果有视力问题，要及时配眼镜；如果有听力问题，也不要害羞佩戴助听器。社交非常重要。超级老年人和普通老年人最大的外在区别之一是，超级老年人即使退休了，也会继续与家人、朋友和同事保持联系。他们积极参加社交，包括继续工作、担任社区志愿者、参加各种休闲活动等。他们非常重视社交，因为社交能够帮助保持心理健康。研究人员甚至可以通过检查大脑中的某个区域来推断一个人的社交网络大小，社交网络越大，这个区域的神经元数量也越多。最后，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习。如果想要保持大脑健康，就需要经常运用大脑，因为大脑就像肌肉一样，越使用就越强壮，否则就会萎缩。尽管做填字、数独、数学题等益智游戏可以保持大脑健康，但多项研究表明，它们并不能有效改善大脑功能，因为这些游戏在你的舒适区，而舒适区无法提供成长。为了让大脑持续成长，你需要学习新技能，这是真正有效的练习方法。马克·米尔斯坦是一位大脑健康专家，他在2022年出版了一本书，书中强调超级老年人最重要的秘诀就是学习新东西。学习新信息可以刺激大脑产生去甲肾上腺素，这种物质在清除大脑垃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最有效的大脑清洗剂。当你清醒时学习新东西，睡觉时去甲肾上腺素就会对大脑垃圾进行动力清洗。这种清洗可以帮助大脑保持年轻、健康，并且容易建立新的神经元连接。建立新的神经元连接是学习新东西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帮助大脑持续成长。尽管科学家曾经认为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不会产生新的脑细胞了，但最新的研究表明，我们可能仍然会制造新的脑细胞。因此，不要浪费这些脑细胞，让它们与其他细胞连接起来，创造出新的结构。只有学习新技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学习一门新语言、一种乐器、一项新体育运动、新歌曲和舞蹈，或者读一本你不熟悉主题的书，都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是，这件事必须对你来说是相对困难的，这样才能感受到挑战，必须付出心力才能完成。是的，80-90岁的超级老年人每天都在接受新的挑战，这是他们和普通人最大的区别。他们不断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他们愿意忍受并享受学习新技能时的不适感，他们喜欢挑战新的专业领域。而传统的老年人听到这些事情就会立刻选择放弃。传统观念是，老年人在60多岁时就应该退休，退休意味着在社会中退出，在生活中休息。但是退出和休息真的有意思吗？为什么要把世界让给别人？退出和休息只会让认知能力退化，最终通往死亡。超级老年人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有着巨大的潜能，你可以不退休，
不休息，你可以继续站在风口浪尖，把握日月的变化，未来属于他们，也属于你。如果一个项目没法继续了，你可以换一个新的项目，自己创造生活目标，确保每天都有动力，有期待。今天我要再次出门去和他们较量一番，即使我们终有一死，也要在挑战新事物的路上死去。总结一下，今天分享了精英日课的最新文章，普通老年人守旧，超级老年人求新。尽管年龄增长会使人体出现衰老迹象，但改变生活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衰老。超级老年人拥有5个秘诀，他们是锻炼、饮食、保护视力和听力、社交以及学习。学习新技能是这5个秘诀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因为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才能让大脑持续成长，形成新的神经元连接，从而保持大脑的年轻状态。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认为这个视频对您的长辈也有帮助，请与他们分享。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点赞、收藏和转发，这将是我制作更多类似视频的动力。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请立即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我发布的新视频。再次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